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水星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要来看一下3年之后你会过上怎样的生活。今天呢，让我们把时间轴线拉得更长一点，拉得呢更久一点，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3年的中期时间段，我们可以让自己的一个显化到达什么样子的程度，在我们的生活各个方面我们的爱情、家庭、事业这些方面包括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自宇宙的指引和信息。那么我们3年之后，这个生活的日子，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究竟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形态？钱够花吗？爱情顺利吗？感情进展得如何呢？家庭方面有什么样子的好消息？有什么样子的新的能量呢？那么在事业当中，我们看到了自己会做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程度？有没有升职的机会呢？有没有已经升职成功呢？还是说有创业或者是巨大的改变呢？所以今天呢，我们不会去看很多的细节，而是把时间的跨度拉到3年之后，来看一下你的生活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好，那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那么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我呢也是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和讯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张不同的神谕牌卡里面。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好，那么现在呢，让我们分别来看一下每一副牌组的朋友，我为你们选用的一个能量宝石。那么第1副牌的朋友呢，这边我为你选择的是我们的粉色水晶。那么这个粉水晶呢，它是原石来的，表面比较的粗糙一点，但是呢，它的颜色是比较偏淡色的粉，我也有一颗比较偏红色的粉。那么我们的这颗粉水晶呢，偏白色，就是比较淡淡的粉哦，淡淡的粉红。好，这是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的 OK 能量宝石。好的，放在这里，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第2组牌的朋友。这里呢，我为你们选择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颗蓝晶，也是比较粗糙一点的宝石今天我们都是用的这种比较粗糙一点原始一点的这个宝石，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强烈的能量的连接吧。第2副牌的朋友。好，然后我们的第3组牌的朋友这颗宝石呢，其实是我们的新朋友。那么这个宝石呢是烟晶，这个宝石其实大家之前应该有一期占卜有用过，但是呢是那种磨好的圆润的那我们今天呢拿出的是它的裸石烟晶、烟水晶，它的这个成色是那种烟灰色烟灰。OK， 这个是烟水晶。好，那为了方便呢，你可以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3年之后我会过上怎样的生活？
我的小日子究竟会是什么模样？请宇宙分别从我的感情、家庭、事业 ，OK， 我的身体健康啊，综合的 OK 方面吧，给我一个指引和提点，让我能够去展望我的未来，并且对我3年之后的一个显化更加的充满信心哦。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究竟哪一副牌，或者是哪一颗能量宝石呢？当下在能量上跟自己产生了连结，或者是最有感应的呢？那由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啊，所以有一些朋友，如果你在选牌的时候呢，对其中一张牌卡和另外一个水晶同时都产生了感觉，那么呢，你可以都听听看，因为今天我们这个3年之后的生活和日子的讯息比较的综合啊，那么我们也是会分开感情、工作、事业健康很多不同的方面都会分开来讲。所以说你在听这个占卜的每一组讯息当中吧，就是去选择和自己有对应的，然后呢跟自己有关联、有帮助的讯息就好了哟。好，那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3年之后你会过上怎样的日子吧。那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啊，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一颗粉水晶原石。好的，那我们把它放在这里给你们做参考。好，OK， 我们首先呢就来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这一张牌卡啊，那么你们选择的呢是恋人啊，这个牌卡是恋人。很明显呢，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如果我们去分别对比这3张不同的牌啊，那么第一组牌的朋友，在你们的能量当中最有特点的一个信息，在于说3年之后，你的日子当中有你爱的人在你左右，而且呢，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升级。这个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整体的一个，就是我收集能量的时候啊，感应到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而且是与众不同的一个讯息。所以你看，你们的这张牌是恋人啊。那么在恋人这张牌里呢 ，OK， 我们下面呢有几句英文的诗词啊。那么我通过自己的语言呢翻译一下。我们这边讲的是，爱可以麻痹悲伤，爱可以重燃生命，爱可以铸成永恒。那么这3句不同的话语呢，分别代表着这个爱的能量啊，它能够为你的生活带来的巨大的变化。首先第一条，爱可以麻痹悲伤。这张牌讲的是，当我们生活当中啊有遇到过一些悲伤的、难过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悲伤跟难过，它的解药就是爱。所以第一个能量讲的是爱的疗愈和治愈的力量。第二个能量，爱可以重燃生命。这张牌讲的是，当我们的内心充满爱，我们将会有更大的一种动力啊，去做一件事情，去完成一个使命。这个爱既有可能是对别人的，也有可能是对自己的。所以我们的第2句话呢，这个爱它代表的是力量。第3句话，爱可以铸成永恒。那么第3句话讲的是爱的伟大，爱的这种我们所谓的无极限。无论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无论我们是以怎样的心态啊，面对着自己，面对着我们的外界啊，这个爱的力量将会是那个永恒不灭的光亮啊。所以第3句话讲的是爱的一种伟大性。所以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啊，我们从这3句话里面还看到了在牌面当中这个恋人啊，他们头顶3只小蜜蜂。我觉得
这个感觉给我的那种感应啊，就是那种充满着美好，而且呢，在3年之后，你会过上的这个日子，你会过上的这个生活，将会是和谐的，将会是充满爱的光环的。OK， 这个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们看到的一个恋人。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分别的去 channel 一下，3年之后你的生活是怎样的，你会过上怎样的日子。那么我们的第一个部分呢，会从你的工作事业讲起。好，我们开始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3年之后你会过上怎样的日子？首先来看一下工作、事业、学业、财富啊，有关于基础、有关于经济方面的一些能量啊。我们来看一下3年之后你的这个经济基础，或者是你的一个物质生活层面啊，会是怎样的？感恩宇宙。好，就告诉我们选择到第一组粉水晶的朋友，3年之后你会过上怎样的日子呢？感恩宇宙。好，我们这边啊出现的是，水元素的孩子，风元素的国王，火元素6的正位啊，这边我们正位的牌火元素6，好，这张牌是大皇帝的一个逆位。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工作层面啊，在经济层面，在学业层面，3年之后你会过上怎样的一种日子？你会过上怎样的一种生活啊？我们来抽几张牌看一下。好 ，The Office， The Voice， 3年之后啊，你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感恩宇宙 ，Outlook。Unexpected。好，我们首先呢，这个看的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有关于你的工作方面啊，你的学业方面，或者是你的经济财富方面的一个运势啊，我们来分别的讲一下，3年之后你的生活是如何的。那么我们在讲这些方面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多的联系在你的物质生活层面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第一副牌的朋友吧，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3年之后吧，我看到你在工作方面呢是一个很开心的状态啊，非常的开心，你的心情是很好的，是很愉悦的，而且这个开心呢，他在乎的是轻松。我看到很多朋友3年之后啊，你的工作会变得比较的轻松，你会比较的就是能量会放下来啊，你的能量会放下来。如果当前在工作当中，你比较的紧张的话，那么我看到3年之后吧，其实你在工作当中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那么轻松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稳定下来。我觉得3年之后吧，很多朋友你们在工作方面应该是很稳定的。那么我们在稳定的这个能量当中呢，看到了 office 这个办公室的能量啊，说明很多朋友可能会在一个办公室里面非常稳定的去工作。非常稳定的去，比方说领导，非常稳定的去进一步的计划，并且看到你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成功感。
那么这个 office 呢，还有一个能量啊，就是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不是在办公室上班的话，那么3年之后你的工作，我看到啊，其实是比较多的室内的感觉。OK， 我觉得有很多室内的感觉啊。如果当下有一部分的朋友呢，你们的工作是比较的，比方说在户外，那么3年之后你的工作可能会转到室内来。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啊，如果说你当下的工作比较的，比方说 casual 啊，就是比方说散的零工，或者是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然后今天赚这个钱，明天赚那个钱，比较的不稳定的话，那么3年之后呢，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工作非常的稳定，你会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而且是一个很正式的地方。对这个能量啊，我要跟大家讲，很正式的一个地方在工作。第二个能量是什么呢？在工作方面吧，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啊，你们的地位比较的高啊，这个地位的高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走到一个领导人的位置上吧，因为我看到了非常强的这种裁决者的能量啊，这个是风元素的一个国王，他是一个守护者，更多的呢是他去守护他所建造起来的一个，比方说团队。比方说他的一个项目，比方说他的一个公司，比方说他的一个部门 ，OK， 有比较高的这种领导能力啊，非常稳定的去做裁决。那么我们在这边呢也看到，宇宙说3年之后，你在工作当中，你是一个很有声望的人，你的声音将得到一个很广泛的，就是大家都会听你的，大家也愿意听你的，无论是来自于你的领导。还是来自于你的建议啊，有些朋友我这边听到一些有关于咨询的工作啊，那么你可能会给别人很多的咨询，因为你的咨询就是你的服务，你的服务就是你的工作，那么你通过你的经验、你的专业知识，或者是你的一种思想啊，你成为了影响别人的人，那么就会有一部分的人呢，可能会需要你的引领，或者是需要你给他们好的建议和帮助，来解决他们生活当中的问题或者是挑战。OK， 所以很多朋友啊，我觉得3年之后吧，你的工作状态是很好的。那么我们再一次确定的牌卡呢，是我们的第3张塔罗。这张牌呢讲的是火元素6，它讲的是成功，它讲的是很多人都看到了你的焕然新生啊，你的焕然新生。那么权杖6这张牌呢，我看到有一部分朋友吧，对比于你当下，你对金钱的想法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这张牌呢，跟你的财富紧紧相连。有一部分朋友啊，我觉得当前呢，在你的工作当中，如果说你对金钱，比方说是某一种想法，比方讲，赚钱很难，或者是你现在觉得赚钱就是因为有一些经济的大环境啊，或者是有一些通胀的问题啊，或者是说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你觉得赚钱没有之前容易，你觉得赚钱比较的不稳定。或者是你觉得赚钱有的时候呢，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那么我看到的是在3年之后，你和金钱的关系。OK， 我们今天很有意思啊，我们看到很强烈的这个恋人，它是2个能量之间的关系。宇宙说你会跟金钱的关系发生很大的变化，你会跟你的金钱建立起一个比较健康、有机、良好的朋友关系。有的时候呢，当我们在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之下 ，OK， 比方说赚钱难呢，比方说找工作难呢，比方说没有之前那么的容易呀，那么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钱很讨厌，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觉得这个钱不是什么好东西。那我看到是3年之后呢，你的金钱 OK 跟你的关系很好，你会很自信的。相信自己能够吸引到更多的财富。如果有一些朋友当前认为你是要赚钱，你得拼命的努力，然后才能追到钱的话，3年之后你可能会觉得钱就像一个磁铁，你去追着你的梦走，那么金钱跟财富呢是追着你走有意思吧？当前有一部分朋友如果你现在觉得金钱不好追，
OK， 你是被动的追寻金钱，3年之后你会发现是金钱主动追着你走，而你呢追的是你的梦想，你追的是你的一个，比方说思想引导你走向的一个方向。你去做事，你去完成你的梦，你去完成你的一个，比方说 OK， 你想建造的，你想完成的，你想打造的，而金钱呢是追着你走的。OK， 金钱是追着你走的，所以我看到是你在3年之后啊，不仅仅跟金钱的关系非常的好，能够拥有比较好的金钱，同时你在名誉方面也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你跟金钱的关系很和谐，并且我看到很多团队里的也有可能是在你工作当中得到你帮助的人们，他们非常的感谢你。那么金钱呢，被你转换成了价值。OK， 金钱被你转换成了价值，所以我看到你对金钱的感觉是非常好的。你觉得自己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你觉得赚钱对于你来讲会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那么我们的最后一个能量3年之后，你的一个财富或者是你的一个工作吧。如果我们总结一下的话，我看到有一部分的朋友吧，通过3年你的努力，你可能会在你的工作方面、你的事业方面、你的金钱赚钱方法的方面发生一个比较大的突破，跟当下可能会有一点不同。可能会有一点不同，因为我这边看到是你当下可能看不到你3年之后赚钱的方法会和当下如此的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呢，有几个不同的方式第一个呢，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会真的完成你的升级，因为我看到的能量有巨大的变化有巨大的一种升级的感觉，所以有很大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所做的这件事情你坚信不疑，你觉得自己肯定会在这个领域继续的话，那么很有可能3年之后你会升级成功，或者是升职成功。那么一旦你升职，我看到的是你会在那个更加适合你的位置，或者是你坐上那把交椅之后，感觉到你的能量不断的在扩张。你的升职不仅仅是完成了你自己的一个理想的实现，同时还使你的团队、你的部门、你的公司变得更加的完善，因为你的思想能够很好的去领导。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是很好的领导者，你们是非常好的决策者，所以无论你们当下在工作的哪一个阶段，请你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的天赋，朝向你想去发展的那个方向去努力。而且呢，在第一组牌的朋友在你们的工作事业方面的能量当中，我看见的是你很会跟人打交道，不要放弃，不要放开跟人打交道的机会，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当中，也许你会找到自己的突破口。那么这边有一部分朋友可能比较适合用你的声音 ，OK， 不要怕要把自己的声音发出去，要把自己的作品，我觉得是发表出去，你会发现自己呢其实是可以得到很好的回应的。因为我这边看到有一部分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工作运势当中在3年的时间段里面有发表和公开的能量，不是一个人，而是被发表、被公开，能量有放大、有提升 ，OK， 有输出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这个能量还有什么？这个变化我们看到是不曾期待，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走上一条创业的道路，或者是你们会和当下的工作的这种种类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当下有一部分朋友，你们的工作是有一点散的，比方说打零工打散工OK， 那么我看到3年之后，你非常有可能这边我看到是进入一个很正式的工作，找到一个很正式的工作的环境吧，去开始自己的事业之路。也就是说，从工作变成了事业。工作是什么？就是我们去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体力换取这个金钱来维系我们的生活。
可是事业不同，事业是我们人生的一份梦想，是我们的理想。通过事业这一种手段或者是渠道，来让自己的梦想达到一种实现，对吧？比方说你想去做成什么事情，你想去发表什么样子的观点，你想去帮助什么样子的族群，那么这是你的事业，这是你的理想。它不仅仅只是赚钱、生活、生计这么简单了。所以工作跟事业有的时候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当然了，有很强烈的关联，对不对？那么第三个呢，我刚才看到啊，这个所谓的不曾期待是什么啊？我觉得有些朋友你可能会有这种创业，或者是自己去带团队啊，或者是自己去开拓一个什么东西，你有这样子的一些能量。因为呢，我们这边看到了啊，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改变。所以说啊，第一副牌的朋友，无论你当下呢，在这个工作吧、事业，还有跟金钱的关系是处于什么样子的一种连结，那么我看到3年之后呢，其实是会有比较大的突破。OK， 有比较大的那种打破常规、打破当下的一种规则吧，在未来等待着你。在金钱和事业方面啊，我觉得是会有不期而遇的一些惊喜，或者是不期而遇的机会、机遇会等待着你。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当前吧，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努力。当你们看到3年之后，自己跟金钱的关系啊，会如此的轻松，会如此的自在，并且看到自己呢得到那么多人的掌声、表扬，还有他们对你的一种，我觉得是感谢吧。我想你可能就会觉得现在的努力一切都是值得的了吧。好，那么这边呢是我们关于工作啊。好，那我们最后呢来讲一下啊，如果当前呢是在读书的朋友，如果你是在这个学业方面、专业技术领域方面，或者是在这个科研呐或者是在这个学术层面啊，就是你在这个领域里面去读书，或者是在这个学术领域里面去工作的话，那么我看到3年之后呢，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成功在等着你。因为我们这边看到是火元素6，如果你是做科研或者是跟科技创新有关的工作的话，或者是跟这个方面有关的学术方面读书读研究生、读博士，那么我看到是3年之后吧，你可能会取得一次非常好的突破。在这个突破当中呢，有很多人都会看到你的研究成果，或者是你的一个研究的一个结果。那么对于另外一部分朋友来讲呢，这个能量对应的是你的毕业证书，你会拿到你的毕业证书，你会拿到你的一个，比方说专业资格证书。这个证书拿到之后，将直接打破你可能之前的一种学习的状态，或者是工作的状态。因为我看到这张证书或者是这个突破，会直接把你带到一个新的层级。因为我们这边的能量非常的清楚最后的一张牌呢是大皇帝的逆位，这张牌讲的是一个非常高级别的一种改变，打破了你原来的一种束缚，打破了你原来的一种层级。有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同级或者是同阶里面去往前走、往上走，但有的时候呢，我们是跳级、跳这个台阶、跳这个阶梯。所以如果你是在专业技术领域里面去工作还是学习的朋友比方说考研考博呀，或者是有这个科研方面做这个科学研究方面的朋友，那么3年之后，我看到会在第3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突破和成就在等着你。这个成就呢，会直接来打破你原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所以当下还在读书的朋友，请你们加油请你们坚持下去。那么我看到呢，在这个3年的努力的过程当中，你的智慧会得到提升，你的知识量会得到一种积淀，而在第3年的时候，可能你的突破、你的时机、你的机遇就会到来了，好不好？这边呢是我们有关于这个工作事业相关的一些讯息的连接。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感情。我们继续来看3年之后你会过上怎样的生活？我们来看一下感情方面。
好，你周琦，你告诉我，选择第一副牌的朋友，3年之后你的感情生活是怎样的呢？第一张牌是世界。好，我们把这个牌往上移一点吧。3年之后你会过上怎样的生活？第二张牌是恋人牌的逆位。第三张牌呢是金币1的逆位。第4张牌是圣杯国王的正位。3年之后啊，你的感情生活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指引啊。第一张牌我们抽到的是上弦月在金牛。刚才是那张红色的，对。然后呢，我们的第二张牌是下弦月在白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3年之后你会过上怎样的生活？你会过上怎样的日子吧？然后呢，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感情方面啊，感情方面，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单身的朋友吧。单身的朋友啊，3年之后你会是怎样的一个感情状态呢？3年之后吧，我看到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情感对象啊，会来到你的生命当中啊，你的生活会非常的完整，因为我们看到世界牌，这里的世界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成功牌，它预示着你将在3年之后的生活里面啊，遇到一个真正爱你的人，遇到一个非常有我们所谓的很扎实的一段情感关系。为什么呢？我们这边看到是上弦月在金牛啊，说明你在3年之后，你的感情呢是走比较踏实的路线。这个踏实的路线呢，在于说你跟这个人的感情呢，绝对是往家庭方向去发展。OK， 是往家庭方向去发展。这个人呢，未必啊是我们所谓的那种让你觉得很有激情的，或者是说让你觉得啊，奋不顾身的一个恋人。相对应的呢，我看到3年之后吧，在你的感情生活当中，你将觉得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完满。因为这个人呢，他给你的并不是激情，这个人给你的呢是完整的爱啊。我们这边看到了圣杯国王，这个人他的特色就是他的爱情，他对你的这种爱的能量啊，让你觉得非常的有安全感。上弦月在金牛，而且呢，在3年之后，你的感情生活当中，单身的朋友啊，我看到是你会跟这个人非常稳定的在发展，你会感觉到这个人是你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后一个人了，也就是说，你可能就遇到你正缘了啊，这是你的最后一个人了，因为你拥抱的是世界了，你已经觉得这个人他给了你最完整的爱，最好的爱情。这份爱情呢，也许并没有那么的激情四射，但是这份感情呢，却能够真正的打动你的心，让你看到了啊，在这段感情里，你得到了你需要的滋养，你看到了是在这段感情当中，你觉得自己是非常完整的，你不用去改变自己，你不用去怀疑自己，你不用去为了他而迎合。相对应的，我看到很多单身的朋友，3年之后吧，这个在你生命当中停留下来的人，会把你视为他这一生这一世最后一位恋人，你也会同样的对等的给出，我觉得是你的承诺。OK， 你也会给出你的承诺啊。那么你们2个人的关系呢，是属于慢慢发展型，
啊，第一副牌的朋友，单身的朋友啊，你跟他是慢慢发展型，你们会越走越甜蜜，越走越觉得很稳定。那么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牌，就是这个金币一的逆位。这张牌说明什么呢？我看到你们两个人对待这份感情非常的认真，非常的投入，非常的专注。那么你们呢，对于所谓的这个承诺啊，也是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所以这个金币一我看到是啊，在你们的感情关系当中，你们可能会放下所谓的条件，放下所谓的这个一定要怎样的这个目的地，而是真正的把两个人的真心拿出来去交换，去爱彼此。那么金币一呢，在我们这里是一个逆位的，说明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在3年之后很有可能会进入到我们所谓的结婚或者是终极承诺。但是呢，在3年这个时间节点里面，我觉得你们更加关注的还是说怎么样去爱彼此，怎么样去感受这份爱，怎么样去活在当下，而不是看向那个终极的目标。终极的目标如果只是结婚的话，那么这个结婚其实什么都不是。终极的目标如果是两个人相互对彼此的真爱的话，那么你们每一天都将过得像过情人节一样的幸福、浪漫、完整，对不对？没有怀疑，没有所谓的选择，你不会去选择任何人，他也不会去选择任何人，你们会放下自己所有的选项，而把所有的能量都关注给这个你们生命当中出现的这个人。我看到这个人呢是圣杯国王，这个人给你的是他全部的爱。OK， 所以单身的朋友，这个3年之后我们以3年这个时间为节点，你一定会遇见你的真爱，而且你在跟你的真爱谈恋爱。好，那如果是有稳定恋情的朋友如果你是稳定恋情，你当下是有一个恋爱对象的话，3年之后你跟这个人的关系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我们这边看到是下弦月在白羊那么我看到的能量是说，第一个，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呢 ，OK，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相处的方式应该是比较直接的，意思就是说两个人呢可能会比较直接的来面对生活当中的兴奋、快乐、恐惧、痛苦、困难、阻碍。那么这个白羊在下弦月它讲的是你们两个人呢会在3年之后共同克服非常多生活里的困难，两个人一起面对生活里可能有的时候是柴米油盐，有的时候可能是磕磕碰碰，有的时候可能是吵架，有的时候可能是没有之前那么的热，这一切的一切都将被你们两个人克服成功。白羊座可以克服一切感情关系里的困难，并且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呢，我看到是热度不减，火象能量，白羊座，热度不减。那么你们两个人呢，会在爱的能量当中这个爱呢比较有激情了，这个爱是比较有火热的感觉，这个爱的能量呢，可以帮你们去麻痹所有的悲伤。意思就是说，3年的时间，你跟这个人的相处肯定会有磕磕碰碰，肯定会有我们所谓的起起伏伏。但是呢，你会跟他共同去克服所有的困难，去麻痹所有的悲伤，用爱的能量去洗礼，去治愈你们两个人相互彼此的心。3年之后的你们呢，会更加亲密的、紧密的朝向彼此，看向彼此，并且更加的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看这张牌卡恋人的能量这个女生呢她闭着眼睛，这个男的呢他也闭着眼睛，说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可以调和到不需要去太多的 OK 很明示的东西，而是在你们的感应当中，你们就知道彼此对彼此的关心关怀OK， 这个呢都是在生活里的细节当中是每一天 OK 每一次遇到事情，每一次经历事情当中所不断积累出来的信任，以及你们相互彼此对，我觉得是彼此的一种安全感。OK， 是安全感。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有稳定感情的朋友你们一定不要担心，我看到你们的感情其实走得很好。OK， 3年之后你们仍旧非常的有激情，你们仍旧是非常有默契的一对那么这个感情关系呢非常的和谐，爱可以帮你们去治疗一切，
并且给了你们这种生命当中需要的热度，爱情当中需要的激情。很多朋友吧，如果你是有稳定感情那么如果当下你跟这个人还没有结婚定下来的话，3年之后呢，你们应该就已经定下来了，甚至在3年之前你们就已经成家了，你们就已经结婚了，你们就已经稳定下来了因为我看到这个世界牌是在第一个牌卡当中所以这个能量有可能会推到之前的能量当中，一直持续到3年的这个时间节点。OK， 那么在3年之后，你跟这个人的关系我看到比较多的就是你们2个人对彼此会加入更多的情感的连结。我在火元素的这张牌里其实看到的是有一些朋友在稳定感情当中，也许你们会一起去奋斗，一起去把家 OK 变得越来越好，或者是一起去我们所谓的很有激情的比方当下你们很有激情的在谈恋爱，但是3年之后呢，其实你们会发现这个激情的能量可能还会有，但是呢可能不会像之前一样那么的热烈。那么这个激情呢，它被转换成了什么？这个激情呢被转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圣杯，就是这个水元素。因为我们的这个下弦月白羊，它也是在讲去 walk through your feelings， 这个感觉要能够去面对，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面对我们在爱情当中每个人的脆弱。脆弱其实是我们呢邀请对方加入我们生活盛宴的一个邀请函。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完美，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情感里没有任何的所需，那么真正感情关系里我们怎么样去所谓的有一个位置呢？我们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可能会发现对方有需要我们的地方，而我们呢正好也有需要他的地方。那么2个人在一起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1+1大于2。其实3年之后吧，你会发现2个人经过了那么多的时间，2个人呢也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最后吧，你们发现的是，只有当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2个人的心呢是往一个方向的时候，没有所谓的2选1，只有一个选项的时候，你们将更加清楚的看到彼此的真心，并且你们2个人可能会融合我这边看到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你跟这个人像是融合在了一起，可能想法非常的一致 OK， 态度非常的一致，并且对于你们生活当中的决定和决策我觉得是方向是很统一的。那么如果当下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呢有比方说一起创业，一起去建造，比方说大家都赚钱，然后呢准备一起买房，一起去投资，或者是一起把你们的家越做越好的话，那么我看到金币1的逆位它讲的是3年之后呢，你们2个人会积累非常多的财富。也许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情感对象也是一个非常旺夫和旺妻的人，你们2个人的金钱呢可能会积攒起来，通过2个人的生活在一起吧 OK， 就是积攒很多的财富，并且通过2个人一起的生活生活呢被打理的料理的更加的有效率，因此你们可以积攒出更多的财富来为你们接下来可能是孩子呀或者是你们的更大的家呀去做一个准备去做一个准备。所以很多朋友，你们可能会感觉到在感情当中的你吧，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拥有了所有你们期待的一切。这个人呢，不仅给了你爱，这个人给了你家，这个人给了你安全的感觉，并且你们2个人在灵性上我看到是越来越统一，越来越和谐。对于很多事情呢，你们2个人三观越来越一致了。你是怎么想的？我是怎么想的？大家能够融合在一起。好，我们最后抽一张牌这里是我们的补充讯息。我们来看一下3年之后你会过上怎样的日子？来自宇宙给你的指引和提点是什么呢？感恩宇宙。OK， focus。这个是把能量集中起来。就是3年之后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生活会非常的清晰，
你将知道3年之后你生活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也许是你的工作，也许是你的感情，也许是你想去创业的这个公司，也许是你想跟这个人的关系进一步的去升级还有升华。那么你将对自己的生活里的重心清晰无比，每一天早上起来你都知道你要做什么，你需要做什么，你最想做什么，你喜欢做什么。生活对于你来讲啊，重点非常的明确，所以你过得非常的清醒，所以呢，你过得也很轻松。当你知道生活里的重点是什么的时候，你能够把你的精力准确的投放给这些你觉得重要的事情，或者是你觉得很重要的人身上。那么在这些生命当中，我觉得是对你来讲重要的人会留在你的生命，而生命当中那些没有那么重要的人，也许你不会再去花那么多的时间，你也不会再去浪费自己那么多的精力。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呢会把一些时间啊分给一些其实无关紧要的人，而有的时候呢却忽略了真正爱我们还有我们爱的对象。比方说你的爱人、你的亲人、你的宠物猫猫，或者是你喜欢的一杯咖啡，你喜欢的那一束花。多少时候我们把时间都给了那些其实没有必要去关注的留言、八卦，或者是别人的想法。那么3年之后吧，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的生活里都会把你们的能量收回来，完整的给到你需要去关注的人事物身上去。所以呢，生活对于你来讲，我觉得是井井有条的。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当下生活有任何你觉得混乱的地方，请你不要担心，通过你的努力，通过时间的往后推移，你会在3年之后看到自己的生活过得井井有条。你知道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你知道什么人对于你来讲是最重要的，而你的生活也将通过这样子的一种整理吧，我觉得是变得非常的轻松、简单、有爱。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如果你把精力分给了你不想要的东西、不喜欢的人身上，那么呢，你很有可能会跟他们相遇。换一句话，如果呢，你把你的精力放在你想要的东西身上，那么你也是非常有几率会获得你想要的一切。那么这张牌呢，很明显它讲的是世界吸引力法则。我们永远不要跟宇宙下一个否定的订单，一定要跟宇宙下一个肯定的订单。你想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你喜欢什么？那些你一切不喜欢的、不想要的、不想理的，通通忘掉，不要把它们放在你的订单之中。OK， 所以我们看到3年之后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会真正的理解这个世界吸引力法则的一个使用方法，或者是你将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吸引到你想要的一切，用你的正念，用你的正能量去把真正跟你关系和谐的机遇，跟你真正有缘的人带到自己的身边，并且我觉得是把握以及跟他们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所以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为第一副牌的朋友所连接到3年之后你的一个生活，你会过上什么样子的日子。那么希望这些能量呢，能够对当下的你有所指引。那么也祝福所有的朋友3年之后遇见那个最好的自己。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2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一颗蓝晶。好的，我把它放在这里。今天呢，我们要来为大家连接的这个能量是来看3年之后你会过上怎样的日子。那么第2副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为你们抽到的能量牌卡是你面前的这个 Rowan。OK， 它的名字呢是花丘树。花丘树在很多的这个欧洲还有西方的童话故事里或者是我们寓言里面，它充当着一个阻挡黑魔法的神奇之树。那么 Rowan 这棵宝树呢，你抽到它给你带来的是一种保护的力量。我们这边呢，这个牌下面有一些英文的诗词，我们来翻译一下。亲爱的，请不要害怕，我会保护你，永远保护你。
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吗？这个花丘树啊，它的保护的神力啊是非常巨大的，是无比的。这种保护不仅仅是对当下的你提供了一种遮挡，也会为你之后和将来提供永远的一种庇护啊。我们看这张画面里面，在这个大树之上呢，有一些小鬼或者是精灵啊，但是呢，在这个树根之下躺着第一个，这个能量代表着一个小动物啊，它在休眠，它在安息，它不需要去担心啊，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能量可能会干扰到它，而是在花丘树的庇护之下，可以安安静静的睡个好觉。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在右边啊，花丘树的树根之下长出了红色的七彩蘑菇，它代表着神奇的魔法以及孕育出来的新生。所以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无论你们想在当下3年的时间里面发生什么样子的变化，给自己什么样子的成长，或者是吸引什么样子的好运，我看到所有的一切都会被宇宙保护起来，让这些东西呢不受外界的干扰。从而我们看到花丘树最后的这个地方啊，是长出了美丽的水晶，它代表着灵魂的结晶。那么水晶呢，也是一个可以去放大能量的宝石。所以我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从你们抽到这个花丘树的能量，我能够感受到的是，3年之后你的日子啊，将会是安全无虞的。而且呢，无论你们想做什么样子的事情，你们可以看到的是，外界的能量呢，总是会有变化，总是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不可预期，但是你却能够安然无恙。OK，3年的时间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很多的事情，我们的外面的世界呢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呢，我却感觉到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非常的稳定，你们能够安安静静、安安全全的去发展自己的事业，去走好自己的生活，去提升自己的能量。所有的一切 OK 有可能的干扰都会被宇宙的神力啊，我觉得是移除出去。那么这张牌呢，我也感觉到了一些，就是说，如果第二副牌的朋友在你当下的生活里啊，你觉得有一些事情呢，可能让你觉得是外界的能量对你有了影响，又或者是说真的是有一些人啊，可能想去干扰你。那么我觉得从这个花丘树的能量之下吧，我看到的是不要去担心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花丘树的能量告诉你啊，现在的你就已经被它保护了，而未来的你，它也将保护，它将永远保护着你。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这种阻挡之力，是宇宙给你的保护层，是宇宙给你的保护伞，而这层力量啊，将伴随你左右。从当下到未来的3年是绝对非常强大的，所以你也要相信宇宙的这个保护之力，你要安心的、稳定的、安全的去做自己的事情，去发展自己的生活。而外面的东西呢，你可以不要去太管，不要去太专注，因为我感觉到你的能量啊，不需要去管别人，管自己的生活将会是最好的一条道路，为你在3年的这个时间里啊，打造出你最棒的，我觉得是好运，还有你需要的美好幸福。对，这个是第二组牌的朋友，从我们的这个抽到的这个花丘树里面啊，我读到的一些能量吧。OK。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啊，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讲。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副牌的朋友，3年之后你的工作、事业，钱够花吗？学业够稳定吗？学业有没有毕业？有没有结束？证书有没有成功的考取？我们来看一下金钱方面 ，OK， 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吗？有什么样子的提升吗？还是说一切都是如你所愿，安全无虞？我们来看一下啊，关于你的工作、事业、金钱、财富。有些朋友如果是学业方面的啊，我们也会来看感恩宇宙。好，我们看到了这个 Folly，我们看到了权杖七或者是魔法七的逆位 OK， 挑战8的一个逆位，最后的一张牌呢是圣杯6，远见6。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关于你的工作、事业、财富、学业啊，这些有关于我们的物质层面啊，我们先来连接一下物质生活层面的一些这个能量的显现啊。3年之后你会过上怎样的生活啊？我们来听宇宙给我们一些指引。好，第一张牌 Leadership。OK， 我们这个牌有点多啊，所以我抽的时候，有的时候它可能会到处跑。好，第二张牌 Independent， 独立。我们这是领导啊，领导，然后是独立。然后第3张牌 Beauty， 美丽。最后的一张牌是风险 Risk。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3年之后你的日子，有关于物质层面。我们等会儿来看你的情感层面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物质层面的，有关于第2副牌的朋友啊，这边呢，其实我看到的能量啊，就是这3年的时间啊，对于第2副牌的朋友来讲，你们的物质生活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改变。我们这边看到了 Tower 啊，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非常大的改变。在你的物质层面呢，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吧，就说你们现在的物质生活和你3年之后的物质生活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来自于哪里呢？因为我看到你可能会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有一些朋友啊，也许你当前的物质生活是安全的，是能够让你觉得说 OK 可以生活的，又或者是说你现在的物质生活呢，虽然说可以去生活，但是却不是你希望的富足的程度。也许在你的心中，对于你的物质生活有比较高一点的追求，希望自己呢能够以一个更加独立的方式，或者是一个你喜欢的方式吧，去吸引你想去吸引的金钱、财富，以及你需要的一种认可啊，大众认可。那么我看到是呢，有一部分朋友啊，也许在你当下的这个物质层面的生活里，你也会遇到比较多的，比方说，挑战，或者是说你觉得当前的机遇并非是你心中所爱，并非是你心中所求，你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工作事业方面呢，遇到一个更加高的、更加好的、更加能够把你带到一个高度的这样子的一个道路当中去。那么我看到呢，3年之后啊，其实在你的工作和事业方面会有比较大的突破。那么从这个能量来看呢，我也会认为第2副牌的朋友啊，在你当下的能量当中，其实工作、事业、财富以及你的投资、理财，我觉得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物质生活是你当下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我看到了3年之后啊，在这个能量当中有很多的变化会发生。这些变化我们首先来清理一下。首先呢，我看到啊，在3年的之后啊，你的物质生活里面，第一个变化就是有针对你的人，他们会离开你。因为我看到了你们的主牌是花丘树，这张牌呢主打的就是恐惧和保护，一切的恐惧将不复存在。宇宙说，请你不要害怕，而一切所谓的保护，从当下到未来都会与你同行，与你同在。所以说，从这个能量当中啊，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对你心怀不轨，或者是针对你的人啊，他们会彻底的被你打败，或者是离你而去。有的时候呢，在工作当中，在这个物质生活层面啊，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说不清楚为什么，就是会好像嫉妒我们的人，或者是遇到那种想拥有你拥有的东西啊，我们所谓的想把你的东西给抢走，或者是说他们想占有你有的东西。也许是因为你很成功，或者是就算你没有那么成功，他也觉得你的东西他想要，
他不看他自己的生活，他要看别人的生活。而这边有一部分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也许你们的能量呢，就是说有别的人想要 ，OK， 他想得到你有的，他想 OK 占有你有的东西，试图拥有你的所有啊。那么他们可能会认为呢，你比他强，又或者他们认为你比他聪明，你有他们所没有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是想，比方说在你的周围啊，总是看你，总是去看你的美啊，总是去看你的厉害呀，总是去看你的成就啊，而没有关注自己。而他们呢，希望能够通过夺取你的东西来成就他们的一种成功啊，但是这种方法呢是行不通的。世界吸引力法则不是这种方式啊，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懂世界吸引力法则。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啊，在你们的生活当中，3年之后物质层面啊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第一点啊，你们当下如果说对于自己的物质层面生活有不满意的地方，3年之后你们一定会所谓的为自己的理想冒一次险，为自己心中的这种高度啊去打破你原有的固定。所以这个能量呢，它会对应在你可能会去创业，你可能想去跳槽，你可能想去换一个岗位，换到一个更高的岗位，我们所谓的去朝向升职和加薪的方向去做一个努力。那么3年之后呢，我看到就是说这个为自己的梦想而冒的这次险啊，将得到彻底的成功。因为我看到的是，在你物质层面，第2组牌的朋友，你将赢得自己的突破。因为我看到了，如果当前在物质层面，你有些地方不得不去依靠别人，比方说依靠别人发你工资，比方说依靠别人给你机遇，比方说依靠这几个人呢，他们去拿到你需要的机会。那么我看到3年之后，你完全不用再去依靠这些人。而且呢，有一部分的人在你当前的工作跟事业里面啊，他们可能会想把你从高处拽下来。那么这些人呢，在3年之后是彻底的被你打败，或者是他们直接离开退场。所以我看到了啊，3年之后的你呢，是非常稳定的，非常权威性的啊，站在你希望的那个高度，你希望的那个平台之上啊。在工作当中是独立的、自信的、是勇敢的，甚至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可能会走上一条，我们这边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信息啊，就是跟美丽有关的，可能是彩妆，可能是服饰，可能是饰品 ，OK， 可能是我们所谓的这种艺术形象相关的一些领域当中去发展吧。那么这个我们所谓的美好啊，它不仅仅是说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也有可能是有关于家庭的装潢、房产，对吧？或者是环境，这些都是需要美好存在的能量的点啊。从我们的个人到更大的社区，甚至是国家，每一个能量当中，它都是有需要美丽元素存在的。所以呢，当下也有一些朋友啊，如果你对美丽这个能量是比较有感觉的、有感应的，那么你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发展看看。第2个能量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小人能量啊。小人呢，可能对于第2副牌的朋友来讲，一直是你在工作事业或者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你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扔掉和甩掉的一个话题。那么这个能量的出现呢，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如果你不够美，如果你不够好，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人会在乎你，也不会有这种所谓的小人在你的身边跟左右老是盯着你。之所以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总是有一些我们所谓的那种不好的人总是关注着你呢，不去关注别人呢？原因并不是你以为的业力，而是我看到他们其实是嫉妒你，他们其实是觉得你真的很好，而他们呢又想拥有你的好。他们却找不到自己突破的途径，所以想从你这个地方去索取，或者是从你这个地方去占有你的光环。那么我看到第2副牌的朋友，这个能量呢会在3年之后彻底的得到一种好转。我看到在3年之后，你的生活里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能量，就是挑战以及别人给你的一种
攻击，或者是别人给你的一种外力阻挠，会完全的被移除之掉。我们看到了宇宙会降下一个神力，这个是我们的 Tower 牌，把所有的不好全部拿走。就如同像命运的这个轮子啊，它在不停的旋转。通过这个轮子的旋转啊，我们所谓的从下面往上去旋转，不断的把不好的能量带离出去，不断的为你的生活进行一个排毒。而你呢，在3年之后啊，会看到自己能量的变化，回到了小时候的那种天真无邪。我们看到了水元素6，这个是回到小时候，回到我们曾经以为的最美好，回到我们曾经觉得的那个理想的境地里去。谁小时候没有一个梦想呢？第2副牌的朋友，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当一个医生吗？做一个老师吗？还是说你小时候的梦想是能够无忧无虑的在河畔拿着一本书，品着一杯茶呢？无论你小时候的这个梦想是什么样子的生活，我看到3年之后啊，你会成功的到达那个地方。那么这条道路并不是你以为的那么简单，这个道路是通过你不断的学习，通过你不断的努力，通过你不断的疗愈所积攒出来的，为自己挣得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看到啊，其实呢，对于第2副牌的朋友来讲，3年的这个时间，对于你的工作、事业、学业，你物质层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而这个飞跃，它的所有的动力都是让自己可以回到你原本最初的那个状态里去。我们看到啊，水象元素6，为了达到你心中的这种理想，为了能够过上你心中的这种轻松、富足、快乐的日子，你将为自己冒险，你将为自己的，我觉得是幸福吧，还有你的美好吧，去真正的努力。这3年的时间，你将在物质层面，我们所谓的工作跟事业里啊，不断的去攀爬，不断的去提升自己。那么我们看到第1张牌 leadership， 很多朋友你将为自己戴上这个皇冠，这个皇冠呢是升职，是加薪，这个皇冠呢也有可能是自己创立自己的品牌，自己走上一条你曾经就想去做的事情。因为我看到了有回到过去的能量啊，所以呢，这个领导的能量也有可能是把所有的一切都放下，把当下的一切都放下，而重新去拾起儿时的梦想，让自己去过上自己最先开始想要去成为的那个人。比方说宇航员，比方说飞行家，比方说画家，比方说美妆师，比方说是一个网络博主，就是你的之前小时候觉得，哎呀，如果可以像那个人就好了呀。但是呢，等你长大，你发现父母的安排，或者是在找工作的时候，选择是有限的，你就走入了一个被安排所走的一个路线的话，那么在这3年里面，有可能你会打破这个路线，你会打破所谓的这种安排，而把这个皇冠戴在自己的头上，真正的去走自己的路。所以呢，第2个牌的朋友，在你的这3年的生活当中，工作事业里巨变是很明显的，你将在工作当中发生巨变，而且在工作事业当中为自己的梦想去冒险，去有点像赌一把这种感觉啊。对，但是呢，这个赌，我们所谓的这个冒一次险，这个赌一次啊，我看到你赌赢了，因为3年之后啊，你的心情太好了，我看到你真的太快乐了，至少在工作跟事业方面啊，你过得就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的。那么什么样子的人能够在工作当中、事业当中像孩子一样的快乐呢？就是做成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工作不再是压力，工作也不再是责任，而仅仅是追寻自己喜欢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好，我们的第2张牌呢是独立，这张牌呢就是有关于人际关系，有关于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连结了。这张牌呢，我看到啊，就是如果当下有一部分的朋友在你的经济来源吧，如果你有依靠别人，如果你不得不去依靠某人、依靠某个公司、依靠某个平台的话，3年之后这个巨变将会是彻底的独立。如果当下你是依靠某人，3年之后你彻底摆脱这个人给你的牵绊和束缚，你不用再去依靠他。也许这个依靠有一部分呢是你希望依靠，也有一部分呢你是不得不依靠，
但是3年之后，无论是什么，都将被你打破。这一切的束缚和对你的一种限制将被你彻底的完结掉啊，甚至你可能会从他的一种，我觉得是影响之下走出来，再也不受他的影响，再也不受他的控制，能够彻底的按照自己的心意，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工作或者是生活。自由创业者或者是自由的一个工作者啊，拿着你的相机，拿着你的画笔 ，OK， 拿着你的一个电脑啊，就行走世界，你就可以去很自由的工作，很自由的去生活了。第二个能量呢，是在金钱方面，不用去依靠某人。如果当前你在金钱方面依靠某人，那么这个依靠也许对于你来讲，也是一个很想去改变的一个现状。那么通过3年的努力，你将在经济方面，在金钱方面，再也不用去向这个人低头了，再也不用去我们所谓的渴望或者是期盼这个人能够在金钱上给你需要的一种支持，因为这种支持对于你来讲，也许你并不喜欢。那么我们的第3张牌呢是美丽，这张牌我刚才讲过啊，跟美丽相关的能量可以去给第2副牌的朋友做一个参考。无论是个人的美丽，还是我们所谓的房子装修，对吧？还是有关于社区的环境问题 ，OK， 甚至是国家的一个环境问题啊，这个美丽的能量都可以去对应出去。无论是时尚、前沿、美妆、设计，也许都是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可以去探寻的一个方向和领域。那么最后呢，我们刚才讲过啊，这个有关于风险，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稳定。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一步一个脚印，但是呢，在大的抉择和方向的问题之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跟着自己的心。那么跟着自己的心这一个事情，就需要巨大的勇气，也需要去为自己的所谓的梦想啊，去赌一把，去放下一切，斩断一切，只为了那一个梦，只为了那个自己。所以呢，在这个风险里面啊，机会跟风险是并存的。那么有一部分的朋友呢，会在3年之后啊，我觉得是赌赢。那么这个能量呢，当然跟投资是有密切相连的。第2副牌的朋友，如果你的工作和事业当中有很强的投资的能量啊，投资金钱、理财、投资地产、投资期货，或者是你投资给你自己。那么我看到你可能会为这一次的投资就是冒一次险，但是呢，这一次的冒险将能够成就你最后的经济独立或者是财富自由。所以呢，如果说第2副牌的朋友在你的工作事业当中跟投资有关，那么你可以继续的去往这个方面去发展，通过学习、调查、信息的收取啊，来不断的在这个领域当中成为一个最佳的投资人，成为一个眼光独到的，能够看到美好事物的，或者是潜力的一个独立的投资人。甚至你能够为自己的投资，我觉得是创造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 portfolio， 就是很独立的一个系统吧。那么这个体系里面，OK， 你所创造的这3年当中，你所创造这个投资的体系里面，那么这些东西呢，这些资产吧，能够为你带来巨大的丰厚的一种回馈，你将为自己的选择感到骄傲和自由。好，那我们这里呢，就是看到有关于工作、事业、金钱、投资等方面。那我们现在呢，最后来讲一下跟学业有关的事情。跟学业有关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啊，我看到有一部分的朋友呢，你可能在3年之后啊，会回到学校。我看到你可能会回到学校，回到校园，或者是重新进入到一个进修的状态里去。也许当下你没有，但是3年之后呢，我看到你可能会进修。这个进修呢，既有可能是回到学校，我们所谓的比方说出国留学，或者是3年之后你想去往新的领域去发展，那么你就去学习，你也需要去学习。还有一部分朋友呢，我看到这个进修也有可能是在你3年之前，就是你当下到你未来3年，你可能会不断的去输出，不断的去在工作当中努力OK， 工作勤奋那3年之后呢，我看到你可能会感觉到
其实多看书或者是多让自己充电，这个能量会让你觉得很舒服。那也就是说，3年之后的你呢，对于学习这个能量是非常重视的。你意识到了，当自己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那么有可能是升职跟加薪成功以后，你需要给自己补功课。一旦你升职加薪成功，你需要更多的知识，更多的一些智慧吧，来帮你去管理，来帮你去打理，来帮你去统领。无论是你的投资也好，是你的团队也好，还是你的公司也好，你需要这些知识，你需要更多的智慧来满足自己的当下，也就是你未来3年之后的一个工作和事业。那么3年之后的你呢，对于教育是非常重视的，你会看很多的书，你会去看很多的，比方说网络的课程，又或者是说你真的会重新回到学校。有些朋友呢，也许在你的创业的过程当中，你放弃了学业，或者是说你不得不去放下功课，你喜欢学的一个东西，来在金钱方面、物质方面让自己更加的自由跟独立。3年之后呢，你做成了这件事情，你让自己的梦想达到一种显化和现实，那么3年之后，有可能你会重新回到你之前放下的没有完成的学业当中去。第2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在学业方面呢，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充电和自我提升的感觉。无论是以自学、学校还是留学的方式吧，我看到更多是有关于你自己希望去学、你想学的，或者是你去学你曾经没有学成的东西。这个呢，就是3年之后有关于学业方面的一个能量啊，我听到的一些讯息。好，那我们讲完这里呢，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情感。我们把这个牌往边上挪一下。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有关于情感的能量信息啊。看一下第2副牌的朋友，3年之后你的情感生活会有怎样的变化，或者是说，跟当下一样好。OK， 我们来看一下啊。好，这告诉我选择第2副牌的朋友，3年之后你会过上怎样的日子？有关于你的感情方面，宇宙有怎样的提点呢？第1张牌是圣杯7啊，第2张牌呢是圣杯3。好，我们的第3张牌呢是宝剑4。最后呢，我们抽到的是权杖国王的一个正位。好的，接下来我们的月相牌，3年之后你会过上怎样的日子啊？我们来看一下选择到第2副牌的朋友，有关于你们的能量和指引。第1张牌我们抽到的是下弦月在金牛。第2张牌我们抽到的是下弦月在水瓶。好，来我们看一下吧，这边啊，第2副牌的朋友有关于你的感情生活。那么在感情生活里呢，首先我来讲一下第一个我所连接到的内容啊，这个内容呢其实跟大家的工作还有一定的关系。这个能量呢是在讲啊，通过3年你的打拼，很多朋友呢，在你的物质层面会取得一个巨大的突破和飞升，无论是升职也好，创业也好，还是成为自由的独立的工作者也好，你们的工作和财富都会有很大很大的提升，让自己呢在工作上很独立。但是这一切呢，都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很简单，或者是不用努力就能够到达的。相对应的吧，其实在工作当中，我觉得很多朋友会迎来很多的突破自我，以及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不断的提升。这一切的一切呢，可能也会让你觉得很辛苦。但是呢，这个辛苦对于你来讲，你觉得是值得的，你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就如同当我们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的时候，
有的时候再累啊，也觉得不那么的累了，也觉得是值得的，对不对？所以呢，我看到在你的情感当中吧，对于你的心情而言，当你做成了你想做成的事情，当你去完成了这个所谓的奋斗，或者是所谓的征服以后啊，你在感情当中，我觉得是非常放轻松以及放下的。因为我们看到了一张牌是风元素4，或者是宝剑元素4。这张牌呢，其实我连接到的就是在工作当中、学业里面，当你们完成了自己的打拼，或者是成功的逾越了你要去突破的一个自我啊，那么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终于完成了你的使命，或者是你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息了。有些东西吧，可以不用在脑子里面想那么多，那么的累，让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或者是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思想停下来转动。3年之后吧，我看到你在思想当中其实是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就不用去焦虑，不用去想那么多，而是让自己很平静的、很安静的，觉得很安全的生活在你每一天的日子里。所以这张牌宝剑元素4呢，我觉得它不仅仅是有关于爱情，更多的是一种心态，是你情绪的一种表达，不急不躁 ，OK， 而且呢不会觉得很害怕，而是安全的、轻松的、放轻松的生活在每一天的日子里。我觉得这个状态给人的感觉是很舒服的。第二个能量啊，在你的感情生活当中呢，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的心情非常的快乐，因为我们看到了圣杯3这张牌呢，更多的是在讲你将遇到很多的知心的朋友。这个知心的朋友呢，既有可能是在你的工作当中啊，当你去完成自我、挑战自我、成功的这条道路当中吧，遇到的志同道合的朋友。第二个能量呢，也是在讲，当你能够成功的去做自己，你看圣杯元素6，回到自己的初心，做成自己想去成为的那个人。那么在那个地方啊，也许是一个领域，对不对？或者是你成为的那个人周围的环境里面，你将能够遇到跟你一样有同样梦想、有同样理想，我们所谓的跟你是同一类人这样子的朋友吧，或者是贵人，在你的身边跟左右。那么你呢，将会在生活当中感觉到有很多的活动啊，或者是有很多的朋友啊可以叫，有很多的活动呢可以去参与。那么你会在心里感到无限的富足。所以我们看到圣杯7的出现，你的生命当中呢，3年之后会有很多的选项，情感当中是非常富足的。这个选项来自于你的感情生活是富足的，也就是说你的感情生活里将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给你不同的爱，可能是恋人的，可能是亲朋好友的，对吧？朋友的、亲人的，可能是你的小宠物的，可能是你的那个专业领域里面技术人员跟你之间的交流，对不对？也有可能呢，是你自己更加的认可自己，更加的喜欢那个改变的自己。圣杯7，所以你看，在感情生活当中，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吧，3年之后呢，你会觉得自己无比的自信，在情感当中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对自己充满了认可，对自己充满了肯定。你觉得你的生活终于啊，这个方向盘抓到了自己的手中，所以这种感觉应该是非常自由的，也是非常完满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对应在单身的朋友这里啊，3年之后你的生活会是如何的呢？单身的朋友啊，我看到你呢，3年之后会对自己感到很骄傲。刚才我们也连接到了这个骄傲的能量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骄傲更多的是来自于一种稳定。下弦月在金牛，对自己感到骄傲。你们在自己的努力和奋斗的这条过程当中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么这个成就呢，是在物质层面。可是呢，物质层面的成就啊，它会直接跟你的感情生活连接在一起。因为我看到了呢，在3年之后，你会有一个人跟你一起啊，有一个非常共同的目标，你们会朝向这个目标一起去努力，一起去越来越好。而这个人在你生命当中，这个很重要的人呢，他会是像朋友一样跟你的相处，你们2个人的感情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愉快，而且你们2个人呢，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比方说你跟这个人呢，是一起创业当中遇到的一个合作伙伴，
或者是你的这个人呢，感情对象啊，是你们两个人将一起去建立一个未来家庭的这样子的人。所以单身的朋友啊，我觉得3年之后呢，你的日子吧，将会是一种觉得不用去寻找，也没有所谓的缺失，而是觉得自己的这一路都在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生活。那么在感情当中，你将会遇到一个跟你完全一致，跟你梦想方向也一致的这样子的人，他呢跟你之间是灵魂伴侣的连接，不仅仅只是爱情，而是在精神层面，在情感层面跟你充分的理解，充分的共频。你们两个人呢将一起携手去，我觉得是征服这3年的一个突破，并且能够在这个地方啊建立非常稳定的一种信任。那么3年之后，你们的生活就是去迈向，我觉得是未来的明天和光明了。3年的时间已经让你们足够的建立起对彼此的信任、了解以及认知。那么3年之后呢，你们将看到是工作和事业物质层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突破和稳定。那么接下来就是更加的去自信的，我觉得是朝向一个更远的目标吧，进一步的去往前走。那么这边呢，将会预示着你们两个人的结婚，你们两个人比方说孩子，又或者是你们两个人未来想去更高阶段的一种突破。这边也有可能是跟物质以及你们的事业相关联的。OK， 这个人跟你是灵魂伴侣啊，甚至是工作上的一个伙伴关系。所以呢，3年之后吧，我觉得你们的情感跟物质是共同连接的，它并不是分开的。你的感情跟你的工作事业是相互共同作用、共同连接的。但是无论怎样，你都会觉得自己是很美好的，相信自己啊，对自己的一种信任，对自己的一种自信。所以单身的朋友啊，不要担心。其实这3年的时间，如果你已经决定把重点放在工作、事业、学业，也就是自己的生活里啊，这个感情呢是跟着你走的，这个爱情也是跟着你一起进入你的生活的。这个人呢跟你的连接既有工作的一种关系，同时在感情里也同样跟你啊有很好的缘分。这个人是宇宙派给你的灵魂伴侣，所以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既是最好的朋友，又是最好的恋人，甚至还有可能是工作上的伙伴。好，那么我们的第2个能量是来讲，如果当下呢，你跟某人的关系已经是稳定发展了，你跟这个人已经是稳定恋情了，比方说订婚了、结婚了或者是已经非常稳定了，那么3年之后你们的感情又会是如何的样子呢？这边我看到啊，如果说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已经是当下稳定，甚至已经在婚姻承诺关系里的话，3年之后吧，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最大的一种变化或者是一种状态，是你们两个人都能够知道自己的所需。有的时候呢，在感情里，因为我们很爱一个人，因为我们很爱对方，我们可能会把自己的所需呢放到后面去，来先成就别人。先成就别人的目的是为了成就这段感情，成就这段关系。那么我看到3年之后，你们两个人的感情生活呢，是相互彼此的理解，相互彼此的退让。我们看到下弦月在水瓶，你们都非常的清楚啊，自己在这段感情里面，你们所需要的自由，你们所需要的空间，以及你们在感情生活当中那一份非常独立的自己，是你们觉得很宝贵、很珍贵的。那么在3年之后，你们的感情关系，我觉得你们是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体谅。其实呢，有很多第2副牌的朋友，如果当下你跟这个人感情很稳定，甚至是结婚啊，就是这种承诺关系里的话，3年之后你们的关系啊，我觉得更加像好朋友，以一个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方式啊，在很平平淡淡的，但是呢又很有爱的，去接触、去相处。在你们生活当中，既有所谓的相互交叉这种激情的部分，你看火元素的国代表着生活和日子非常的红火，过得很有激情，过得很有方向。同时呢，你们的感情生活啊，你们会更加珍惜自己的这一份独立。也就是说，尽管你跟这个人在感情里已经是稳定连结，但是呢，3年之后，你们将看到的是感情关系里那个独立的自己和
两个人的感情关系，他们是50%对50%的重要啊。你们将充分的给彼此自由，给彼此空间，给彼此所谓的选项。当然了，这个东西呢，每一个人对他的理解不同。有些人呢可能会觉得感情里必须要80%、90%，甚至是100%的重合。但是呢，有些人呢可能在这个感情关系里觉得需要更多的空间和自由感。那么我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吧，你们可能更加是后者，就是你们在感情关系当中，其实并不需要的是100%的重合，而是在重合的时候呢，你们很快乐，你们觉得能够得到彼此需要的滋养。但是呢，当你们不重合的时候，你们仍旧能够保有自己的独立，保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独立的朋友圈。你们能够在这个社会当中，在这个圈子里面，可以过得非常的多姿多彩啊，有自己的朋友，可以去做的事情，有自己独立的一个族群。所以说，感觉到感情稳定的朋友吧，在你们的3年之后啊，这个感情生活呢，更加是像朋友一样，相互支持，相互理解。你们的感情呢，其实是非常稳定的。我看到权杖国王啊，你们对于生活里未来的一个方向，以及生活当中的一个主线非常的明确，两个人都非常的有共识。但是同时呢，你们又能够在3年之后更加多的去给彼此需要的空间，给彼此需要的一种探寻的可能性，而不是把两个人都抓着死死的，不让对方呼吸，也不给自己呼吸的机会。OK， 这个是一个比喻啊，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我觉得这段感情关系呢，其实是更加多的，往自己的提升，往自己的独立方向啊去发展。而在感情交叉的部分呢，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说，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如果你当下跟这个人感情很稳定的话，你们所需要的这份自由，我觉得3年之后，你们将给彼此跟更多的朋友啊，更宽的一个朋友圈吧，去相处，去交往。对，所以我觉得感情里吧，其实它不是一种束缚啊。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感情关系，它的这种好不在于束缚，而是在于你们经历多了，就能够给彼此信任，经历多了，反而能看得很清楚，感情里面这个比重和这个平衡应该怎样的去把握。而在感情关系当中，已经有了共识，已经有了共同目标的你们呢，将更加平静的、平稳的去继续向前。好，那我们最后呢来看一下来自宇宙给你的一个补充讯息。3年之后你会过上怎样的日子？来自宇宙的一个补充讯息，我们来让宇宙给我们一些指引和提点。感恩宇宙。他讲的是爱人们，用你的全心全意去爱他们，只是记住先爱自己。Love， 哦哇哦，好的第二张牌啊，我们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这里抽到的是爱。3年之后你会过上怎样的日子呢？我觉得这边啊有一个能量挺有意思的，我看到就是说，尽管啊我们今天抽到的是保护之树、花丘树，有一些小鬼小精灵的人啊，可能想去阻挠你啊，或者是他们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能量和光环啊。我看到你不仅能够被宇宙保护，不被他们影响，相反的啊，第二副牌的朋友，你将吸引到很多的朋友，真心爱你的朋友，真心喜欢你的人，真心尊重你的人，真心能够接纳你的人。在爱的能量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人呐，他们都张开了手臂，去迎接不一样的自己，不一样的别人。当我们能够迎接不一样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将有更大的一种空间去接受别人的不同，接受别人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是啊，去爱别人，你因为爱自己，所以可以去爱别人。那么这张牌呢，对应的是感情里 OK， 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是自信的，你们是勇敢的，你们终于能够理解怎么样去好好的爱自己，所以你们单身的朋友将吸引一个跟你一样独立的灵魂，吸引到跟你一样我们所谓的灵魂伴侣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既是你的朋友，又是你的爱人。而在感情关系当中已经稳定的朋友，我觉得你将更加的学会怎么样去尊重你的另外一半，因为你知道怎么样去尊重自己，滋养自己独立的空间，滋养自己独立的一种生活，所以你也将更加明白和懂得对方所需要的这种独立自由对于他来讲意味着什么，所以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关系是更加松弛的，更加独立的，却更加明确的和自信的。权杖国。那么这边有一些朋友啊，如果是跟身体有关的，我们所谓的跟健康有关的问题呢，我看到这个能量会得到一种非常好的改善。这个健康问题啊，我看到3年之后呢，你会从所谓的，我这边看到有2个人，一个是年龄，一个所谓的是疾病。我看到3年之后啊，很多朋友你们将接纳这个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去，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经历所谓的从青春期到成熟期到老年期，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你将接受这个过程，而且你将更加的爱上那个年龄之后的自己，也就是3年以后的你。而所谓的这个疾病，所谓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身体上的不舒服，也将得到一种改善，你将站起来，你将从这个我看到你可以从这个不舒服的状态当中站起来，去迎接生命当中的美好，因为你的心里有爱，因为你的心里充满了爱，所以爱的能量能够帮你治愈一切，爱的能量呢也能够使你去痊愈。我们看到了啊，这2张牌都是有土啊，这2张牌都是有土，一个呢是花楸树，它讲的是树根，你的根没有问题，所以你的身体的基础是没有问题的，在3年的时间里，你一定可以得到一种痊愈。而我们这张牌是金牛座，这张牌讲的是稳定的、简单的朝向你的目标。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如果是身体有关的问题啊，你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好起来，你要相信自己，宇宙呢会帮助你，会保护你，来到你最佳的状态，回到你最佳的状态。我们看水元素6，回到你原来最舒服的状态，回到你原来最健康的状态，去做成你想做成的一切。所以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一定不要担心啦，你们的保护之力，宇宙给你们的保护之力将会是最强的，而且宇宙已经跟你说了，它要保护你，保护你的现在，保护你的未来，不要担心。而爱的能量将会是这3年之间你将学会的，而一旦人充满了爱，你将发现你的世界一切都将是有爱的。那么世界吸引力法则将会把最有爱的、最好运的都带到你的面前。所以呢，这里啊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为大家所连接到3年以后你会过上怎样的日子。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对你有所指引，也祝福所有第2副牌的朋友啊可以顺顺利利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提前祝你们好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烟灰水晶、烟水晶。好，放到这边。那今天呢，我为大家连接的能量呢，是来看一下3年之后你会过上怎样的日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会从多个方面啊，来为大家做一个预测。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抽到的这张牌卡啊，今天呢，我们这里抽到的是蜂蜜 honey。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图片啊，可能会画的比较特别一点，大家不要害怕。它本身呢就是花蜜啊酝酿出来的一个女神，那么她是花蜜的女神，也是我们所谓的蜜蜂的一个家。那么在这个 honey 的能量当中呢，它想去体现的啊，是我们所谓的甜蜜。我们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味道，那么甜这个味道呢，一定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无论你是喜欢吃甜食还是不喜欢吃甜食，那么甜它代表的是一种口味，也就是说幸福的、美好的东西。所以呢，我可以感觉到啊，来自第3组牌的朋友，3年之后你的生活一定是甜蜜的，是美好的。
我们看到这个花蜜女神，她的后方是一个大大的像太阳一样的这个光轮呐、光环在她的身后，并且长出了美丽的花朵啊。那么在3年之后呢，你的生活一定会有一种很完善的感觉，它是一种很满的感觉，它是一种很完整的感觉。有一些朋友啊，如果当前你觉得你的生活过得很开心，那么我看到是3年之后，你的开心将会被放大。如果有一些朋友当下你的生活里面，你觉得有一些事情会让你觉得难过或者是悲伤，3年之后你会看到自己的生活发生很大很大的变化，幸福和甜蜜会笼罩着你。所以呢，希望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吧，我们来抽一下牌，感受一下啊，这个第3组牌的朋友，3年之后你的生活，你的日子。首先呢，让我们来连接一下有关于你的工作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工作事业、学业、财富，在你的物质层面 ，OK， 物质层面，你的生活过得是怎么样？3年之后你的生活，感恩宇宙。好，金宇宙给我们指引，选择到第3组烟水晶的朋友，3年之后你的生活。第1张牌，圣杯9。第2张牌，挑战时逆位的。第3张牌，魔法4。第4张牌，星星牌的逆位。好，3年之后你的生活物质层面啊，我们这边看到了有一张大牌的出现啊。OK， 我们来抽牌。3年之后你的生活，你会过上怎样的日子？在物质层面，工作、事业、金钱、财富、学业等方面，你的日子究竟是如何的一种景象？感恩宇宙。3年之后，工作、生活、事业、金钱。第1张牌，安安静静的努力的工作。第2张牌，我们这里其实有2张啊，就是新的钱和不清楚。然后是 patience。OK，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不清楚的新的钱。OK， 好，耐心，看一下啊，来自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啊，3年之后你的物质生活，有关于工作、事业、金钱、财富等方面啊，你的运势究竟是怎样的呢？有什么样子的一种状态？你有怎样的显化？你的显化的能力是怎样的？好，首先呢，我看到啊，在金钱、物质、工作、事业等等啊相关的物质层面，第3组牌的朋友啊，3年之后呢，你将有一个理想实现的过程。我们看到了这里的圣杯9。无论你向宇宙许下怎样的心愿，无论你想在工作跟事业方面取得怎样的成功，或者是巨大的改变啊，宇宙呢会让你来到那个地方。那么去到你理想的实现有2个不同的途径。第一个途径是努力，这个努力呢可能在于说你认定了这条路，你认定了这个方向，那么无论别人怎么样去评价，无论别人怎么样去说，你都会坚定不移的走下去。这条道路将为你铺成未来的成功，你将会是慢慢的、稳定的、耐心的达到你心中的终点，来享受你3年之中积攒起来的财富和好运。而这些积淀就像花蜜一样啊，我们知道那个蜜蜂每天采一点点的蜜，每天采一点点的蜜，然后呢存储起来。
那么通过时间的积累，这些蜜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甜的。所以说我看到啊，就是有一部分的朋友，第三组，你的工作事业跟财富之路属于稳健型。无论你当下在什么阶段，无论你当下的这个赚钱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一直走下去，一直做下去，3年之后，你将看到自己的一种由量变到质变巅峰吧。3年之后啊，你将看到的是自己的耐心，自己的默默无闻，自己的努力将会被宇宙，我觉得是赐予巨大的祝福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圣杯9吧，这张牌许愿的能量啊，这个金币就如同魔法的金币，你当下想好了走这条路，你当下想好了做这件事情，那么请你坚持下去。3年之后，你将看到自己的成功，你将看到自己走向你心心念念为自己设定的那个目标，你的达成，进入到这个里程碑，完成自己的梦想。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啊，这边有稳定成功的能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一些朋友啊，在你3年努力的过程当中，你会有一些惊喜，你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财富运势在这个地方。那么有一些朋友呢，我看到的是啊，在你3年的工作和事业之路里面，也许宇宙会在某一个时机给你一个惊喜跟好运。因为我们看到这里有一张钱，就是这个新钱 new money 啊，就是说比方说你现在有一个工作，然后呢你在赚钱，那3年的之后啊，我们看到3年时间节点，你有一个新的赚钱的 offer 给你，也许这是你的副业，也许这是你的一个 bonus 奖金，投资理财 OK， 可能是这种我们所谓的，也许你没有在这个上面花很多的精力，但是呢，通过时间的陈酿啊，你会发现你曾经的这个没有太关注的一个项目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说有一些朋友，如果你是在投资方面没有特别的有经验，但是呢，无论如何你还是知道，就是需要去投的话，或者是你已经投了的话，那么你的投资项目会在3年之后啊取得巨大的丰收。如果说在你的赚钱的这条道路当中，你觉得自己呢想去探寻新的方法，或者是探寻新的可能的话，哪怕你当下并不清楚你可以走哪一条路，哪怕你并不清楚自己未来可能会去探寻哪一个方向，只要你心里想，只要你想去探寻新的可能，宇宙呢会在你准备好的时机啊迎接你，去给你这个可能性。那么在这个能量当中呢，我们看到啊，有一些朋友呢，在你的工作事业里，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有一些地方是有那种好像没有办法通关，或者是你觉得说 OK 前面有一个门挡着你，你撞了很多次，你不断的去突破它，但是还是觉得有难度。那么我看到这边有些朋友啊，在3年的时间里面，你也有可能呢会改变你的方向。因为呢，有可能呢，其中有一条道路并非是你的最佳的选项，并非是你最佳的选择。所以当下有一些朋友啊，如果在你的工作和事业里面啊，如果你觉得有的时候呢，不是很清楚前方的未来，如果你不是很清楚未来是否能够就是很成功，自己是否能够通过一个关卡，或者是自己能否啊跳跃你现在的或者是跳跃你目前的一种状况。那么宇宙在说，你现在不清楚的这个感觉呢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个不清楚的能量。宇宙说，尽管你不清楚你的未来，但是呢，宇宙会确保你当下的这种未知能够给你你所需要的一切。而在你未知的状态里面，你继续前行，你继续的去朝向你可能尝试的方向，并且去做一些尝试，做一些改变，做一些学习。那么宇宙说，未来的道路当中，你会越来越清楚。未来的道路当中，你会看到机遇，有人会把这个可能的机会，以及你可能转弯的赛道呈现在你的面前，从而呢，你可以转弯的很顺利，你可以做得非常的好。我们看到啊，这里有一个魔法元素4，这张牌是在讲，在你成功的道路当中，你会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他们呢跟你一样会为你庆祝，他们也跟你一样啊，取得了丰收，取得了成绩。当你状态好的时候啊，请你坚持，
请默默的继续坚持和努力，保有你的耐心，那么你的丰收呢将会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强，就像滚雪球一样。如果你现在已经看到自己拥有了这样子的一份基础，请你不断的去在这个基础之上继续滚动，继续努力。3年之后，你会看到你现在的基础将会变得非常的丰盛，变得非常的壮阔，也就是你的金钱呢会不断的增加。如果在你努力的道路当中，你遇到了坎坷，你遇到了挑战，这个时候呢，宇宙希望你不要忘记了你原本给宇宙下的这个订单，你要加入别人的成功，加入别人的喜悦，把自己的能量不断的去调到甜蜜，而非痛苦。每一个人呢，在生活当中，无论是在工作还是感情里，我们都有可能经历喜悦的、遗憾的，或者是说顺利的、不是很顺利的时机。因为风水是轮流转的嘛，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好运，每个人呢也都会走所谓的人生低点。那么当你遇到了人生低点，当你遇到了所谓的挑战的时候呢，也不要气馁，用你的世界吸引力法则，用这个蜂蜜的能量去把自己好的能量不断的壮大。刚才讲过加入别人的成功，为别人的成功去鼓掌，去喝彩，为别人的成功呢感到喜悦。那么呢，用这样子的能量去庆祝你的生命，去庆祝生命里无论是谁的我们所谓的美好的能量，把专注都给向生命里的积极。我们这里看到的一个蜂蜜寻找生命当中的同情还有原谅，把每一个甜的举动我们看到 honey 嘛，把每一个举动都对准甜蜜，都对准积极。那么这样子呢，你将修复你心里的每一个伤痛，同时你也能够用世界吸引力法则，我们这边看到的圣杯九许愿之池转动你手中魔法的这一门金币把所有的好运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把所有的好运都成百倍上千倍的不断的滚动，让这个好运呢继续的停留在你的周围。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好运翻倍了。第3组牌的朋友在你的工作和事业的这条道路当中，其实呢命运是可以发生逆转的，命运呢也是可以发生改变的。而且就算是好运，我也看到你可以将它不断的扩张，不断的去扩大，以及不断的去升级。当你的心中抱有希望，当你能够在生活的每一天的日子里抱有耐心，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向前，一步一步的走上去，那么新的钱、新的好运，以及你看不到的不清楚的未来，都将一步一步的呈现在你的眼前，如同魔法一般。所以甜蜜和好运是你生活跟工作当中的一个重点哦。最后一个能量呢，来带给当下在读书的朋友，无论现在你是在学校读书，还是说你在考证，又或者你在进修的阶段3年之后呢，其实我看到大多数的你已经学业有成了。我这边并没有看到第3组牌的朋友3年之后你可能在读书或者是深造。大多数的朋友呢，其实我看到你应该已经在运用你已经学到的知识在工作，或者是说再去创造，又或者是说已经拥有了你需要的知识还有技能在为你的梦想，我觉得是在奋斗的道路当中。如果3年之后呢，你是在读书的话如果你真的是在读书的话，那么我也看到的是你读书是非常努力的。你的读书很努力，也许是因为你看到了你读的这个内容是你心中想要去未来工作的一个方向。你读这个书就是为了未来能够有新的机会，或者是做成跟这个读书相关的一个工作。不过呢，还是我刚才的能量，我看到大多数的朋友3年之后你们应该已经读完了，你们已经拿到了这个毕业证书，或者是你们已经取得了在学术方面的一个完结应该已经结束了。那么3年之后呢，大多数的你们应该已经走上了一条属于你们的很正确的轨道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的你们呢，都会大步的去向前，去创造，去显化你们想要去做成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看到很多的你们呢，都会取得，你们会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去闪闪发光。那我们这里的最后一张牌星星牌逆位的，给人的感觉是，无论你的出身是什么，无论宇宙在你降临的出生的那一刻，你的命运是什么，都能够在你的手中。我们看到圣杯元素9都能够在你的手中，所谓的逆天改命，所谓的让你的命运用你的双手重新书写在悬挂在天空当中最高的那个星际。这个能量呢，是我最后所连接到的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在出生的这一刻我们讲的是出生这一刻也是我们的天命，我们的原生家庭也是我们的天命。但是呢，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是最有可能逆天改命的。你们的逆天改命呢，是在你们出生之后，宇宙呢会在你的生命当中给你一个魔法的金币。这个命运的旋转是你自己的旋转，是你把你的命运去改变，是你可以去改变你自己的命，没有人能够限定你，没有人能够去控制你。所以说，无论你的出身是怎样的，无论你的过去是怎样的，我们讲英雄不问出处，无论你的出处在哪里，只要你愿意，这个魔法的金币是在你手中，你随时都可以拨转它，并且改变你的命运，把自己想要去做成的，想要去成为的这个人，我觉得是这种形象在你自己的手中去创造出来。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有一个增加的能量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张牌，这张牌是 Patience， 也就是耐心。这张牌呢，我听到是有关于有一些朋友在健康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事宜。第3副牌的朋友，3年之后的你们呢，我看到你们的生活节奏会慢下来，你们的生活节奏跟当下相比会慢下来很多。有一部分第3组牌的朋友，在你们的生命当中，3年之后可能会加入一些灵修，或者是冥想，或者是打禅或者是禅修相关的内容。也就是说，3年之后的你们呢，会在精神层面，会在精神的领域当中获得很高的一种提升。如果当下你已经有关注自己的精神，你已经有关注自己的灵性，你已经在我们所谓的精神层面spirituality 的这条道路当中，开始了自己的一个努力，开始了自己的一个方向的话，3年之后的你呢，会在你的精神领域里面那么3年之后的你呢，会在这一方面取得不小的成功，会取得比较大的一种进步，所以它是一种提升。如果当前呢，第3组牌的朋友在这个精神领域里面，你们还没有真正的开始，或者是你们有一点想开始，有一点还没有真正的完全的投入的话，那么3年之后的你呢，我看到你会更加的虔诚。每一个人呢，修行的法门都不同，但是每一个人呢，最后的那个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觉醒，就是我们所谓的提升自己，对不对？那么我看到第3组牌的朋友，在灵性方面，你们是很有悟性的一个族群，在灵性方面和身体的健康层面，我们讲 well-being 全方位的健康，包括身体，包括精神。那么我看到是你们在精神和身体方面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好，那我们看完了这个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你的感情。关于你的感情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能量的显现，在你的感情生活当中有什么样子的突破，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好运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你的感情方面有没有什么样子大的变化？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好，我们第1张牌呢是权杖7的正位。第2张牌呢，我们看到是圣杯4的一个逆位。第3张牌呢，我们看到的是大主教的一个逆位。最后一张牌呢，我们看到了权杖1的一个正位。好。
我们继续啊，感情方面，3年之后你的状态是如何的呢？感恩宇宙。第一张牌呢是新月在天平，第二张牌呢，我们看到是下弦月在双子。好，我们来看一下感情方面的你，3年之后状态如何？感情方面的小日子你会过得怎么样呢？首先来讲一下单身的朋友吧。这边的感情的信息是比较清楚的。单身的朋友是这样子的啊，3年之后呢，你会有一段关系有一个关系会被你建立起来。因为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新月在天秤座啊，天秤座呢管的是人际关系里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在讲你会愿意跟别人建立起亲密的连接，你会对你生命的所谓的新的朋友产生很浓厚的兴趣。单身的朋友在3年之后呢，你一定是桃花满满的。3年之后，你的桃花的运势会非常非常的旺。我这边看到的呢，会有很多的人都想争先恐后的来到你的生命当中，跟你做朋友，跟你产生不一样的关系，跟你产生不一样的连结。那么有一部分第3组牌的朋友，如果你单身的话，那么我看到很多原因呢，都是因为你没有遇到你真正喜欢的，你没有遇到真正让你心动不已的人，又或者是说在你生命当中根本就没有可以去成为桃花的对象，也就是潜在的发展对象。3年之后的你呢，我看到你的桃花运势会得到一个巨大的翻转和不一样。你会看到原本可能是一个人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个人呢去显化你的梦想。3年之后呢，很多人都想来加入你的团队，都想来跟你做朋友。我们这里新月在天秤座，我看到你也许会被这样子的能量惊喜到，又或者是你会被这样子的能量感觉到这个命运真的是非常的时来运转，就是时间一到，命运就变了，时也命也。3年之后的你呢，桃花非常的好，你会被你生命当中可能出现的桃花就是有一点惊艳到。那我也看到了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或者是2个人，你非常非常的喜欢。你在3年之后不仅仅桃花很多，而且3年之后的你呢，桃花是品质非常好的。因为我看到原本一个可能对恋爱对桃花没有什么太大兴趣的你呢，3年之后终于有人可以打破你的心结了，终于有一个人呢能够走进你的心门，打开你的心锁了。那么在你的感情当中呢，我看到3年之后你的感情路线呢走的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路线。这个路线呢，可能跟你以为的传统以及你当下以为你感情的方式会发生天翻地覆的一个翻转因为我这边看到的是大主教的一个逆位，在感情关系当中，你也许会尝试一些很不一样的、很特别的、非主流的情感连接。也许你会想说，未必所有的感情都一定要结婚生子，也许你想尝试的感情呢，是能够让你真正的有心灵交换的，能够真正给你灵感的关系，能够去刺激你或者是促进你成长的关系，能够让你在一段关系当中感受到更多的甜蜜和幸福的关系，而不是一定要像某种规则设定好的结婚生孩子。在感情当中的你第3组牌的朋友，尤其是单身的你，3年之后你的情感生活会跟当下有很大的不同，桃花很多，桃花的品质也非常的好。我看到你的心呢，会因为这些桃花的出现而感觉到生命当中的那种生生不息，而感觉到你生命当中这个全新的好运和全新的大运真的是向你走来，你挡也挡不住的。而在感情当中，我看到你有可能会尝试非常吸引的，或者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也许这个恋人呢，本来就跟你以为的很不一样，你会爱上一个你以为永远都不会爱上的人，或者是说你会为了一个人打破你所有的规则。OK， 所以说感情里我觉得3年之后呢，在你的情感生活当中，它是比较有灵性的，比较有这种
激情的，比较能够让你去打开一个全新大门，让你去有一个全新的认知，这样子的一种感觉。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来讲一下，如果当下你有稳定感情，或者是说你有稳定恋情的朋友啊，3年之后你跟这个人的感情发展是怎样的？在你们2个人的关系当中有什么样子的变化，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好运将会继续呢？如果当前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已经很稳定，甚至已经定下来，已经结婚了的话，那么我看到啊，3年之后的你们呢，会像好朋友一样，就是很多的交流。我们这边有双子座的能量啊，你会有很多的交流，你们2个人的沟通非常非常的顺畅。有些人呢，在感情经历了很长时间之后，走了很久之后啊，话越来越少了，交流越来越少了，分享越来越少了。可你跟他却不同，我看到啊，经过了3年的时间，你们2个人的关系依旧呢，能够像之前一样啊，我觉得是有很多很多的分享。你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交叉的部分，你们能够在生活里的小事里面啊，不断的去分享你们的想法，分享你们的见解，分享你们的观点。OK， 那么我们看到 Clear Your Mind 下弦月在双子座，你们会感觉到啊，跟这个心里喜欢的人在一起呢，他能够让你啊思绪非常的稳定，你能够感觉到跟他在一起呢，你能够把自己心里的一些，比方说烦恼，或者是你想不清楚的事情啊，顿时呢就能够很清楚。因为这个人呢，也许他非常的能够去带领你看清楚你思绪当中的那种缠绕，以及帮你整理出一个很清晰的思路。这个人呢，有可能是你的一个精神的引领者，也有可能呢，因为我们这里有大主教嘛，他有可能是你精神的引领者，同时呢，你也有可能是他的精神的引领者。你们2个人其实是在思想当中相互的去陪衬，相互的去支持，相互的去陪伴，这样子的一个2个人生活在了一起。所以我看到其实第3组牌的朋友啊，你跟这个人的感情关系呢，非常的生活化。你们2个人呢，相当于是真正的生活在一起，真正的讨论在一起，真正的能够说到一起的2个灵魂。3年之后啊，我们看这里，首先呢，第1张牌是权杖7的正位，你们2个人的感情关系啊，我看到的是非常的和谐，非常的稳定，因为你们2个人呢是共同的面对生活啊，除你们之外的外面的事情，工作的、家庭的、朋友的、亲戚的，对吧？邻居的，是一起面对外界的力量啊。第2个能量呢是你们2个人吧，尽管是很稳定，但是你们2个人不会说无聊，而是你们2个人会一起啊去寻找生命当中让你们共同觉得有趣的或者是好玩的新鲜事。第3个呢，我看到是啊，如果你跟这个人当下已经是稳定感情的话，那么我们这里有一个大主教嘛，它预示了你们2个人的感情关系呢，有可能会往婚姻的关系去进发。最后的1张牌啊是权杖1，这张牌呢是在讲一个新的能量会进入到你们的生命。那么如果你跟他已经稳定了，如果你跟他已经在婚姻当中，那么这个能量有可能预示着你们的孩子，或者是你们的新的小孩会降临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权杖1，好不好？这个是感情里的一些讯息啊。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宇宙今天给我们的一个综合的或者是一个提点。宇宙有什么样子的补充能量啊？希望呢，在3年之后你的生活当中给你一个提示，让你提前看到啊，3年之后你生活的一种景象。有什么样子巨大的变化呢？感恩宇宙。好，这张牌呢，它是说你生活质量的一种品质啊。其实更多的呢，关注于你把什么样子不好的能量移除，而不是你加入什么样子更多的能量。你需要给你自己啊一个空间，一份自由。OK，space。
这张牌讲的是生活品质。OK， 是生活的品质。那么我们看到啊，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的主牌呢是蜂蜜，蜂蜜是甜的。那么跟蜂蜜相对应的能量是什么呢？也许它是苦的。那么宇宙当下呢，给出你的能量是空间。3年之后，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呢有很多很多好的能量会在你生命当中的左右。但是呢，如果你想要你的生活过得甜蜜，过得幸福，那么一个很重要的能量就是能够把不好的东西拿走。这个不好的能量有可能是过多的，有可能是过剩的，有可能是不好的。当前的宇宙在讲啊，其实未来的3年之后啊，你会过上非常有品质的生活。这个品质的生活呢，在乎说有很多你喜欢的东西，有很多你想得到的东西，会在宇宙的与你共同的努力之下变成现实。圣杯元素9，心想事成。可是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附加的能量也会进入到你的生命。这些附加的能量呢，有一些也许并非是很关键的，也许并非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这边啊就需要第3组牌的朋友去做一个选择，去做一个折中，去做一个先后顺序的整理。如果你能够很好的去看到你生命当中对于你而言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人事物，而把那些不是很重要的、不是很关键的人事物及时的让他们离开，你会在生活当中过得轻松愉快，并且享有最高的一种品质。你的空间就是你的家，在这个家里，究竟什么东西可以进来？究竟什么东西你想请进来？究竟什么东西你不需要？你需要自己做出这个决定。所以说，第3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3年之后你的生活非常的丰盛，非常的富足，完全不缺少任何的东西。而关键的是把那些多余的、不需要的东西，你能够做出一个整理，这样子你的生活、你的家才会是最完美的，才会是最有品质的。这个呢，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看到宇宙啊，最后给你的一个补充讯息。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对当下的你有所指引，也祝福所有第3组牌的朋友，3年之后心想事成。那么在这里呢，就提前祝你们好运。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